汇丰银行是如何让中国首富胡雪岩破产的。在100多年后，他竟然又用了同样的手段呀，来制造了孟晚舟事件，让华为都栽了一个大跟头。我的身后就是厦门鼓浪屿的汇丰银行公馆的旧址。其实，在清朝的时候呢，这汇丰银行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了，曾经还帮助了李鸿章暗算了当时中国最厉害、最有正义感的商人胡雪岩。正是因为当时汇丰银行的暗算，直接导致胡雪岩的生意最终破产，还被抄家革职。这里面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1883年呢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当时朝廷里面分为了主战派跟主和派，李鸿章主和，左宗棠主战，这两个人的矛盾呀，因此就彼此的激化了。当时的李鸿章呢，就趁着这左宗棠呀南下之机，暗中发动了倒左运动。打击的目标就是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。1883年呢，胡雪岩呀，他正处于人生的巅峰，从汇丰银行贷出了1000万巨款，协助左宗棠呀平定了大西北。由于平定大西北有功，胡雪岩被朝廷呀特赐黄马褂以及2品顶戴，所以李鸿章心里就非常的明白，想要彻底的干掉左宗棠，就必须先要搞垮胡雪岩。正是这个时候我身后的汇丰银行暗中给李鸿章支了一个馊主意。汇丰银行对李鸿章说呀，这胡雪岩此前呢向汇丰银行贷款2000万两白银，在上海开办了一家蚕丝厂，把全部的身家都投了进去，这几乎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流动资金。而此时胡雪岩刚好呢有一笔80万的贷款，在我们汇丰银行即将呢就要到期了。一旦这笔钱还不上呀，这胡雪岩的资金链就会受到断裂，甚至破产。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那是相当的开心，相当的激动，当即呢就派出了自己的心腹盛宣怀，向上海的道台邵友莲呢带话，把本该花给胡雪岩还贷的那笔钱，故意拖延了20多天。胡雪岩就这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这个汇丰银行给下了黑手。那笔80万的贷款到期的当天，汇丰银行还亲自派了人到胡雪岩的家里面去催债，不给任何延期的机会。所以胡雪岩当时就彻底的懵了，我可是你们汇丰银行的大客户呀，又有当地的政府做担保，你汇丰银行为什么要这样整我呢？没办法，这汇丰银行根本就不给胡雪岩任何喘气的机会，他呢就只能够去四处的筹钱。但是李鸿章老早就打过招呼了，谁敢借钱给你胡雪岩，那就是跟我作对。就这样，在疯狂的挤兑之下，一下子就把胡雪岩给压垮了。中国社会最后的一位红顶商人，就这么被汇丰银行在背后捅了一刀，瞬间崩盘。而此时呢，正在前线带兵打仗的这个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犹如晴天霹雳，一病不起。而李鸿章呢，则是趁机签订了卖国求荣的中法新约。2年之后左宗棠呢就病故，含恨而终。而李鸿章呢，再度去举报胡雪岩吃朝廷的回扣，导致胡雪岩呢被革职抄家。从此以后，李鸿章一人独大，荣登了总理大臣，正是呢跻身权力的中心。为了回报汇丰银行对自己的支持，李鸿章让汇丰银行大班的经理顶替了胡雪岩的位置，汇丰银行因此呢就鸡犬升天了，开始源源不断的像一只蚊子一样来吸清政府的血。修铁路、建港口、打仗借款，全部由汇丰银行来操办。1874年到1890年汇丰银行一共借给了清朝2897万两白银，占了清朝当时总借款的70%。1921年，汇丰银行呢还花巨资在上海新建了汇丰银行的大楼，同时呢也标志着汇丰银行在中国最辉煌的时期到来了。但是现在沉睡的雄狮已经醒来了，发展也越来越强盛壮大，我们再也不由任何人来欺负我们。狼永远是狼，可以与狼共舞，但绝对不能够引狼入室。关注我，我是厦门阿波。